美军对东风快递到底有什么样的忌惮和对策？我们来听听美军自己怎么说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一个杂志叫《军事评论》，在7、8月份那期刊物上刊登了一篇文章，作者是一个美军少校，叫 Christoph 米哈尔。这个少校呢，对中国火箭军的作战能力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，而且呢，好像分析的还真是不错。他毕业于西点军校，最后的学历是核工程硕士，按说学历不算特别高，但是他的功底挺深的。我们看报告里边有3页内容，是一个列表，把他搜集到的火箭军的各部队的详细信息啊，什么部队啊、番号、导弹型号、当量啊、射程啊、各种参数啊、部署地点啊，基本全列出来了。当然了，他这个列表即使是真实的，也是有效性不会太长，因为什么部署地点、番号随时会变嘛。但是我们能看出来，他写这个表出来相当的刺激。这个刺激不是说我们可以兴奋啊，是要警醒啊，才刺激我们。美军一个少校平时就这么注重多渠道信息整合能力，最终要能够形成情报，这一点真的不能小瞧人家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能力和分析习惯，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，尤其是开源信息，把开源信息整合起来进行比对加工，才能够形成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叫情报。根据他的报告呢，也能看得出来，美军对东风快递是相当的忌惮。那么忌惮程度怎么体现的呢？首先，他认为中国火箭军的发展速度太快了，储备弹药的速度，还有导弹的技术含量，都让美国人吃不消。他说，当年冷战的时候，美国导弹呢靠精度取胜，苏联方面呢是靠这个弹头当量还有数量进行压制，而中国火箭军可倒好，俩全占，又要精度，又要数量，还又要当量，这就让美国没法玩了。另外呢，他关注的是东风21D、26，还有东风17的反舰作战能力，特别关注，因为他说美国在印太整个军事体系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美国海军，海军是当家的，海军要是一倒，没有了航母编队这个核心，美军在亚太根本就撑不起来。所以你看，说中国这3种弹都是核常兼备，而且都有反舰能力。这个核常兼备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所以他说这个威胁就非常难以界定，也可能是战略打击，也可能专门反航母，但是无论哪一个，对美国亚太的作战能力都是吃不消。第3，他认为中国还要出口导弹技术，这也是他说的，不是我们干的啊。他说更多的导弹技术出口会让美国面临更多威胁，因为地球上那么多国家，想咬美国一口的可不少。如果说是弹道导弹技术扩散了，什么效果你懂。至于说美国的对策呢，他想到了一些，无非就是发动盟友啊，一起来包围，一起围堵，一起来孤立中国，来形成一个预警拦截体系。当然，这个预警拦截体系面对东风17这样的东西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他还说了，要制造更多的假目标，到处来放置，吸引解放军的注意，来消耗解放军的弹药。其实呢，美军对东风快递呢想法也很多，最近也搞了很多研究，比如说通过一些模拟演习对抗。一种常见的思路是，先利用远程隐身战术导弹，先打击中国的反隐身雷达，打击若干反隐身雷达开辟通路之后，再用 B2 飞入中国境内，猎杀中国的东风26导弹发射阵地。那这个战术风险其实也是相当大的，因为中国要搞反隐身，不可能不考虑到雷达站之间相互有一个覆盖、一个替代的关系，就是一个雷达即使被干掉了，旁边相邻的2个雷达也能把空域全部覆盖完整。而且中国也不可能不考虑高强度对抗情况下还有备份的问题，就是我的雷达发射车也好，天线也好，一旦受损，肯定要把备份换上来，恢复能力。再加上我们还肯定要部署各种空机的各种传感器手段，不仅要有雷达，还要有红外，不仅有大型的预警机，还会有无人预警机。所以呢 ，B2 如果要在中国上空长时间飞行的话，浅纵深窜扰一下也许可以。大纵深入侵的话，暴露概率极大，生存概率极低，这个东西美国损失不起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克里斯多夫的有一句话呢，倒是说明了我们一个未来发展方向，就是他既然提出了要用大量的这个假目标来消耗我们弹药，那么对应的我们就必须完善我们的打击体系，肯定不能光靠地面发射的东风快递包打天下呀。所以我们要搞这么多新东西呢，比如说空射弹道导弹，比如说长航时的隐身的察打一体无人机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在平时对一些重点目标的坐标进行及时的标定，然后通过无人机、通过这种卫星等等综合手段，对新出现的目标进行有效的辨识、识别真伪。特别是高超音速飞行器这个领域，我们已经走在美国前面了。美国现在努力推进陆海空3军各自的高超音速项目，
但是要想全面铺开的话也很难，最近连续实验都不顺利，所以很有可能是利用高超音速飞行器，不管是作为侦察手段也好，还是打击手段也好，最后全军一起送快递这种事儿，最后很有可能还是我们先干成。好，关于这个美军少校分析的中国火箭军能力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